一个狐仙奶奶给我托梦求救，说若是救下她的孙女，就送给我一个漂亮媳妇。哪料第二天我上山砍柴，却遇见一条巨蟒缠着一只受伤的小狐狸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手中的斧头猛然扔过去，一下就砍在巨蟒头上，瞬间鲜血四溅。那蟒蛇挣扎了几下便翻了白眼。然而小狐狸虽然得救，却已经奄奄一息。于是我把它带回家，用白酒给它处理好伤口。没过多久，它就能跑能跳。从那以后，这小狐狸竟然像小狗一样赖在我家不走。可我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养活自己都难，几次把它赶进山林，谁知一到晚上它又晃晃悠悠的回来，嘴里不是叼着野果，就是叼着野兔野鸡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这小狐狸是在告诉我，它能自力更生。这下我才安心收养它，从此它就成了我的贴身玩伴。我砍柴它跟着，我放羊它也跟着，甚至我写作业，它都安安静静坐在一旁陪着。可这样的日子，偏偏在我高3那年戛然而止。小狐狸突然走了，我等到天黑它都没回来，反倒是一个富贵老太太找上门。她拄着拐杖，笑得十分诡异。小伙子，我来找我孙女儿，你看到她没？我心里一咯噔，最近村外根本没来过人啊！您孙女是哪个？这时她轻咳一声，盯着我说：我前几年出门让我孙女看家，可回来她就不见了。有人说她就在你家住着呢。听了这话，我一脸疑惑，家里明明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礼貌地回答：您肯定是搞错了。老太太闻言哦了一声，一边点头，一边却死死盯着我家厨房。我顺着目光回头一看，竟发现小狐狸就蹲在那里。她看着老太太摇着尾巴，脸上似乎还挂着笑。要知道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在其他人面前露面。可那老太太笑了一会儿，竟一声不吭地转身就走。当晚，小狐狸像往常一样趴在我肚子上睡。可是第二天我一醒来，却发现它又不见了。我刚下床，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红色肚兜，肚兜里还装着一撮女人的黑色长发。于是我立马带着东西去找村长。他看到后却猛拍我的脑袋，笑哈哈地说：哎呦，胡家大小子，这是有女娃跟你示好呢，拿着这个就能去女娃家提亲了。我当场就懵了，哪个姑娘会看上我这个穷光蛋？难道是小狐狸给我叼回来的？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从那天起，小狐狸就再也没出现过。他走了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满山遍野的找他。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一个老太太又站在了我家门口，但她不是来道谢，而是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哭声。我满脸疑惑的走到门口，老人家，你来这干嘛啊？老太太猛然抬头，干如树皮的脸上透着一抹毒辣，口中发出阴森森的声音：我找我的孙子，他不见了，你看到我孙子了，对不对？我身上不禁哆嗦一下，上次找孙女，这次找孙子，怎么都来我这？我赶紧摇头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从没见过。听了我的回答，老太太脸上却露出一丝迷离，自己没见过，那你6年前呢？6年前你有没有见过我孙子？她这话好像是质问我一样。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，这老婆婆一定是糊涂了，您老搞错了，我真的没见过，您快走吧。我这么一说，老太太不再言语，却是看着我笑，笑得十分诡异，一副不找到孙子就不走的架势。我当时着实有些害怕，转身就跑去了村长家。爷爷，我家来了个老太太，吓人的很，怎么说都不肯走。村长叼着烟，却没有动弹，而是指了指我的身后说：是不是他？我顿时后背冷汗直冒，哆嗦的一回头，刚才那个老太太正阴森森的站在我后头，那恶毒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村长笑。村长上下打量着他：你是哪个村的？大晚上吓唬人家一个小娃娃不好吗？老太太只是低沉的说了句：我来找我的孙子。之后无论村长怎么问，他都只是笑。于是村长从家里拿出2个鸡蛋递给他：拿着这东西滚蛋，以后别来我的地盘吓唬人。哪料老太太接过鸡蛋，看了一眼，却一把摔在地上。她嘶吼着指向我：他打死了我的孙子，我要一辈子缠着他。村长见状脸色大变，随即喊我去把院子里的灯打开。我连忙去拽开了灯绳，门前瞬间有了光亮。这时我才看清楚，老太太的肩膀上竟然盘着一条红色的毒蛇，此时正露出2颗毒牙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村长立马就慌了，回头小声问我：大孙子，我眼神不？你看到那老太婆是不是没影子？一听这话，我猛然转头看去，那老太婆直挺挺地站在那，背后真的没有影子。我冷汗瞬间从后背渗出，吓得不敢说话，只是木讷地点了点头。村长突然放大声音：大孙子别怕，爷爷屋里放着一把祖传宝剑，你快去给我拿来。闻言我颤巍巍地跑进屋里，可翻了半天根本没看到什么宝剑。等我出来想说没找到时，却看见那老太太的背影已经走远。村长神色慌张地把我拉进屋，将门关得严严实实。看孩子哪有啥宝剑啊？你惹上脏东西啊？村长呼吸都在颤抖，喘着粗气悄声问我：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在山上招惹到啥了？我仔细一想，从小到大都没得罪过人啊。你肯定是打死什么不该打的东西了，你快再想想。村长话音刚落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除了几只老鼠，那就只有6年前救小狐狸那次劈死了一条白蛇。我把这事跟村长一说，他听完浑身一抖：啥？你个倒霉的娃呀！身上的东西咱们随便拿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村长让我今晚就睡他家，不管听见谁喊都别答应。可到了半夜12点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动，紧接着老太婆的哭声又传进我耳朵。我抬头往窗外一看，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窗外走动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就趴在窗户上，好像在看我。就在这时，村长的声音从隔壁传来：把头捂被子里别看。我连忙捞起被子捂住脑袋，外面的哭声直到凌晨3点多才消停。可我刚睡着，就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一条被劈得血肉模糊的白蛇，脑袋靠在门槛上盯着我，口中还说着人语：哈哈哈，你还我命来！我吓得尖叫一声，从床上猛然坐起，
窗外天已大亮，村长正站在我床头，叫我赶紧起来，带我去隔壁村找人看看。我们去隔壁村的路上，经过我家门口，我忽然听见里面有切菜的声音。村长皱着眉头叫我过去看看，是不是闹贼。我走到厨房窗外往里一看，一张皱巴巴的脸带着那诡异的笑容，猛地映入眼帘，竟然是昨晚那个老太太。她转头看向我，笑着说道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我顿时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忍不住喊出声。村长见状连忙跑了过来，一听是昨晚的疯婆子，破口大骂一句，拉着我扭头就跑。很快我们就到了刘端公家里，刘端公用2个刚下的鸡蛋在我身上滚了几圈，再打破放进清水碗里，没想到鸡蛋到了水中，瞬间像烂了几10年一样散成一片，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。别担心，带我去他家瞅瞅。此时此刻，我仿佛遇见了救星。到了我家，刘端公先是用柴刀劈了大门2刀，然后趴在窗户上往里看了看。突然，他好像看到极其恐怖的一幕，猛地身体一软，摔倒在地。紧接着，他双膝跪地，颤巍巍地拜了几下。原来是柳家仙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马上就滚。说完，他逃命似的连滚带爬地跑向村外，无论村长怎么喊都没回头。我站在家门口，满心复杂，10里8乡唯一能忍，竟然被吓跑了。村长一脸无奈：“大孙子，你先去我家里住着吧，说不定时间久了他自己就走了。”可当天晚上，那疯婆子又来了，还是趴在窗口看着我笑。村长拎着菜刀出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之后烧香煮纸钱，磕头求饶，压根没用。疯婆子已经彻底缠上了我，每晚都来哭，只要我一睡着，就梦见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笑，还说要一直这么缠着我，把我折腾到死为止。最恐怖的是，第2天醒来，我竟然会躺在山里的一棵大树下，而那里就是我当年杀那条白蛇的地方。就这样在村长家苟且了3天，所有方法都用尽了，村长已经被折腾得不成人样，我不忍心再连累他，于是在第4天早上，我跟村长说：“爷爷，我今天就回家去。”村长一脸疲态：“孩子你还小，经不起他吓唬你。”我摇了摇头，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要是疯婆子再敢来吓唬我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我不顾村长劝阻，一溜烟跑回家。可刚到家门口，竟然又听见厨房传来叮叮当当的切菜声，老子今天跟他拼了！我随手捡起柴刀，丧心病狂地冲进厨房，只见一个黑影在灶台前，我二话不说，一刀就劈了下去。没想到这个黑影反应极快，一把就捏住了我的刀把，紧接着他从地上站起，我却当场傻眼，这人不是疯婆子，而是一个穿着道袍的帅气男人。回来喽，上来就拿刀劈我，脾气还挺大啊。他把柴刀放下，转头看向我，收拾收拾准备吃饭。我彻底懵了，你是谁啊？来我家干嘛？我是你哥。他边说边拿盘子装菜，就好像这里是他家一样。我哥没听说过啊？不信你去问村里人，我叫胡言。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失踪了，突然冒出个道士哥，我撒腿就跑到了村长家。村长一听胡言这个名字，脸色瞬间就变了。你还没出生那会儿，确实有个哥哥叫胡言，但是没到3岁就夭折了，怎么可能回来？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邪乎事儿咋都往我身上跑？但村长又说，传言胡言是被人贩子拐走，我父母就是为了寻他才失踪的。我跟着村长回到家，胡言已经摆好了饭菜。村长一看他就嘀咕，长得跟你爹挺像的，可能是真的。胡言回头一笑，快进来吃饭。饭桌上，胡言说自己确实是被拐走，后来被一个老道士收养，长大才知道家里还有个弟弟，这才找回来。村长听完老眼湿润，又跟他说了疯婆子的怪事，没想到他只是笑了笑。我知道了，你老放心，那东西敢欺负我弟弟，我必然不会放过他。村长走后，胡言让我跪在门口烧了3炷香，又让我把6年前打死蛇的事完整说一遍。听完之后，他让我准备一把锄头，带他去当年埋蛇的地方。今晚上带你去赎罪。我拎起锄头，领着他往山上走。找到那棵大树后，胡言就让我挖，可我壮着胆挖到一半，胡言却突然叫我停下。他冷眼盯着土坑，看了半天才开口：“这里面埋的是人，不是蛇。”我低头一看，土里竟然有人的头发露出来，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失声喊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我打死的明明是条蛇！”胡言接过锄头，点燃一圈香烛，这才动手开挖。没挖多久，他就喊我过去帮忙。我走到坑前一看，差点魂飞魄散。坑里躺着的竟然是隔壁村的刘端公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尸体突然动了，一双死鱼眼猛然睁开，看着我笑了一声。这就是帮你忙的下场，我要让你不得好死。这声音是那个疯婆子的，我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胡言正拿着一撮长头发打着。哥，坑里怎么埋的是刘端公？是被柳家老婆子弄死的。我顾不得多想，跳下床就往外跑，想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刚跑到村口，就遇到了村长，他拦下我叹口气：“大孙子，这事不怪你，快回去吧。”爷爷，刘端公真死了。村长点了点头，他这几天也在暗地里帮你，没想到，我脑袋一片空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回到家，胡言正在烧香，叫我赶紧来。可这时怪事又发生了，我的手竟然不受控制的颤抖，怎么都抬不起来，脚也无比沉重，好像有人拽着我的脚跟。胡言歪着脑袋看了眼我的身后，随即在我手心掐了一把，瞪着我身后说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再敢伤他一根汗毛，我让你挫骨扬灰。”话音刚落，我身上瞬间就轻松了。接着，胡言对村长说：“爷爷，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无意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”村长叹着气，脸上无比复杂的转身走了。原来刘端公竟是为了我才被疯婆子害死，我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？就在这时，胡言递给我3炷香，让我烧在大门口。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今晚柳家老太太还会来找你。我的能力有限，真撕破脸可能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若想摆脱她，你必须嫁给胡家。”
我一听这话差点没蹦起来，男的怎么可以嫁人？什么柳家胡家的，村里就没这两个姓。胡言却摇摇头，你打死的那条蛇和吓唬你的疯婆子都是柳家的。简单说，柳家人都是一窝蛇精。我表情瞬间僵住，早就怀疑疯婆子没影子，没想到她真是蛇精。胡言又接着说，所谓胡家，其实就是一群狐仙。你打死蛇是为了救他们家的人，这是只能求胡家帮忙。从你屋里的头发和肚兜就能看出是他们家哪个女孩看上你了。但胡家一向不嫁女，只收上门女婿。难道没有其他办法？我苦着脸问，电视里那些狐狸精可都是会勾引男人吸成干尸的。柳家人不是谁都能惹得起的，你没选择的余地，这是哥替你做主，改天就带你去胡家提亲。他这口气直接磨灭我所有希望。我拿着红肚兜和那撮绣发，默默掂量了许久，直到傍晚胡言回来，我埋着头认真的说，哥，我想好了，嫁就嫁吧，只要能把疯婆子打发走，干什么都行。胡言笑了笑，给我一件红色的长袍要我穿上，又在家门口放了一个跪垫，让我跪在那儿别动，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许离开，熬过今晚明天就好了。我看着身上古代新郎官的衣服，难道今晚我真要嫁给一只狐狸精？天一黑，我乖乖跪在门口，胡言则拿着长剑闭目坐在我面前。夜里10点，我开始打瞌睡，气氛却越来越恐怖。突然，呜的一声传来，是疯婆子的哭声，我吓得鸡皮疙瘩炸起，连忙拍胡言的脚，哥，你快醒醒！来啊，别怕，我在这里，看谁敢碰你！胡言突然开口，又把我吓一跳。我刚要喘口气，余光就看到村子对面有一片白影，蹦蹦跳跳的跑向我这边，是4个脸色惨白的小孩，抬着一顶白色轿子。闭上眼睛，别看！胡言忽然说，我连忙用手捂住脸，浑身发抖。大概过了10分钟，耳边又传来一阵阵女人的哭声，好像就在我面前。我偷偷一看，直接吓得叫出声。门前竟跪着10多个白衣尖帽的女人，围着一口棺材在哭。然而胡言却不见了。随着我一声尖叫，那些白衣女子忽然消失，只留下那口黑森森的棺材。就在这时，棺材里突然传来胡言的声音：尔等若再不走，我便打得你们魂飞魄散。话音刚落，棺材瞬间消失，胡言盘腿坐在地上。可我一抬头，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。大孙子，快过来救爷！是村长的声音。我刚要开灯，却被胡言拦住。别去，咱们今晚就看看他能玩什么花样。老身今晚就取了你们的小命儿。房梁上突然传来疯婆子的声音，紧接着啪的一声，那黑影从棚顶掉下，竟是那条红色毒蛇。随后疯婆子也跳了下来，手里捧着几节白骨。吃了它，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人活路，不然我让你家断子绝孙。胡言却忽然冷笑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话音刚落，我们家的门突然打开，从里面跳出来一只红彤彤的大公鸡，它蹦到疯婆子跟前，狠狠啄了她的脚跟一下。疯婆子当场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她竟然追向那只公鸡，跑到树林前时，她身子猛地一抖，竟直接趴在地上往前爬，爬着爬着，竟然变成了一条蛇，嗖一下就钻进林子里。胡言一声大喊，我去拖住他，天亮就没事了，你小心那条毒蛇。话音刚落，他嗖的一声拔出长剑，瞬间就追了过去。然而此刻，那条毒蛇已经爬到我的面前，我吓得头皮发麻，猛地就往路口跑。没想到刚跑到路口，忽然听到一阵咕咕声音，我回头一看，就见一只小狐狸围着那条蛇转圈，它一会儿咬蛇的尾巴，一会儿用爪子挠蛇头，彻底把蛇激怒。我怕小狐狸被咬，赶紧捡起一根棍子想去帮忙，谁知小狐狸却一嘴叼起蛇尾，灰溜溜的也跑进了树林。我急忙跑进屋里拿手电，哪料刚打开灯，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样东西，是一个有金耳朵的帽子。仔细一看，图案竟然跟我身上的新郎官衣服一模一样，是一套的。我心头猛地一颤，难道是小狐狸带来的？我拿起帽子闻了一下，瞬间就明白了，是小狐狸身上那股熟悉的异香。这也证明它应该就是一只狐狸精。要我接受一只狐狸精，我感觉头都要炸了。一边害怕疯婆子，一边畏惧小狐狸，左右都是妖精。就在这时，我才猛然想到胡言此时可能很危险，我连忙拿起手电筒就冲进那片黑漆漆的树林。林子里一股子诡异气息，我没看见胡言，却发现了那只大公鸡。可我低头一看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鸡，而是用纸折的纸偶，上面全是猩红的血液，它们肯定就在附近。我刚想往前跑，头顶突然哗一声，一股难闻的腥味扑鼻而来，我头皮发麻，顺手一抹，在手电光下才看清，这竟是鲜红的血液。此时正吓得魂不附体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树上站着个人，是胡言。手电关掉，别动。他看着前方小声喊道。就在我关掉手电的瞬间，树林尽头忽然凭空泛起一层浓浓的白雾，白雾散去，取而代之的竟然又是之前那顶白色轿子。轿子到了面前，疯婆子不知何时竟站在轿子外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。你们在哪儿呢？他边说边走，一步步靠近。我吓得想跑，胡言却用长剑靠住我的脑袋，示意我别动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到跟前，差点就把脸贴到我的脸上。我吓得浑身发抖，猛地闭上眼，只听他的声音飘向我家门口，吱嘎一声，他竟然进去了。等他身影完全消失，胡言立刻跳下来，拉着我就往反方向跑。跟着这条路往前走，去山上的乱葬岗，拿着这些米跑去那儿等我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就说等人的，然后把米放嘴里嚼，千万别吞。哥，那你……我接过米，担心地问。我一会儿就来。他推我一把，竟从身上拿出一瓶鸡血泼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往家的方向跑去，让我快点，不然老太太回来就走不掉了。我只能跟着昏暗的小路往山上跑，跑向那个传说中屠过村的乱葬岗。树林里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，我根本不敢
进去，只能紧张地站在树林旁边等着胡言。没想到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我只是害怕地往树林里一看，竟然真的有东西。月光下，一座野坟前，赫然有个人影靠在那。村里人绝不会半夜来这。我背后瞬间冒起寒气，刚想蹲下躲起来，不料那个人影忽地站起，竟笔直朝我走了过来。我吓得整个人都蒙圈了。可他在黑暗中消失了一会儿，竟然半天没动静。就在我以为是幻觉时，一个男人的声音悠悠传来：“来看不到。”我头皮一麻，立马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在这里等人。”黑暗中一声回应，四周瞬间死寂。没想到那个声音又响起了：“哦，上吊还是梳头？”我吓得结结巴巴的大喊：“我等人，等人的！”然而那个声音却像重放一般：“上吊还是梳头？我给你梳头。”我连连后退，竟看见一个白色人影从黑暗中走出，手里还拿着一把黑漆漆的梳子。我慌乱中猛地摔倒，手里的米洒了一地。我什么也顾不上，抓起地上的米就拼命往嘴里塞。我等人的，等人的！那白影突然螃蟹似的横着移动，瞬间消失不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路上的黑影飞奔而来，竟是胡言。他满身是血，手里拿着小狐狸带回来的帽子和红肚兜。他拉着我就往乱葬岗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往路旁撒米。等会儿到了胡家，千万别害怕，记住，不许再叫狐狸精，听懂没？我魂不守舍地点点头，他却说那个地方阴气重，有鬼很正常，还说以后再遇到妖孽就找个墓地躲躲。我听得两腿直哆嗦，这叫什么办法？紧接着胡言又开始交代，说胡家有个老太太当家，要叫胡老仙家，而且胡家女人很多，规矩也多，人家要是有什么冒犯，我不能计较，否则娶不到媳妇儿是小命都得交代在这儿。我心头一慌，走路都感觉在打飘。但胡言最关键的一句话却让我如坠冰窟，他猛地停下脚步，死死盯着我。我们去提亲，柳家为了面子肯定会过来搅和，到时候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绝对不能跑，就算胡家不保护，也得死在这儿，因为被柳家抓到，后果只会更严重。胡言交代完，我们已经到了一棵巨树前，这树比周围任何一棵都粗壮，树干上缠满藤蔓。胡言竟在藤蔓里扒出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胡家先帝”4个字。他拉着我一起跪下，朗声开口：“晚生胡言，待家弟胡兴，应胡家公主信物之约，前来商谈亲事。”话音刚落，身后竟传来一个女人妩媚的声音：“二位恭候多时了。”我们猛地回头，一顶红轿子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，轿窗里探出一颗美艳绝伦的女人脑袋，肤白如雪，嘴角带笑，我差点被迷住。这就是狐狸精，没想到她竟招呼我们上轿，说等得好辛苦。我这才发现她也就20多岁，一身白裙，气质清纯又高贵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心里越发毛，毕竟越漂亮的狐狸精就越可怕。轿子里，她扫了我们一眼，突然看着我问：“你就是胡兴？”我拘束地点点头，不敢说话。她却拖着下巴笑了，还以为是哪路神仙，竟让我家双双主动要嫁，原来就是个普通小帅哥。说完，她又转向胡言，自报家门：“我叫双雪，胡家老大，专程来接你们。”胡言淡淡一笑：“麻烦双雪姑娘了。”别客气。双雪摆摆手：“是我家双双公主闹着要我来的。”双双是谁？我终于忍不住开口。双雪笑了，眼神暧昧：“双双就是你的小狐狸啊，咱们家二丫头，等你洞房的时候就能看见她了。”洞房？我心跳瞬间漏了一拍，这女的竟然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出这种话。她还抛了个媚眼，调侃道：“我们这规矩，洞房前新郎新娘不能见面，看把你急的。”轿子摇摇晃晃，终于停下。我们下轿一看，竟是个小山庄，到处挂着红灯笼。就在我跟着双雪往里走时，眼角猛地一瞥，对面2楼竟有个红衣凤冠的女孩在偷看我。她发现我看她，立刻害羞地用袖子蒙住脸。难道她就是小狐狸？我正分神，胡言猛地扯了我一把，示意我别乱看。刚进门，一个小女孩就从里面跑出来，抱着双雪喊姐姐。双雪笑着介绍：“这是我3妹双灵，最小的一个。”胡言刚想伸手抱抱，小女孩却吓得躲到双雪身后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双雪让她去找双双姐姐玩，小女孩对我做了个鬼脸就跑了。这一幕让我有点懵，这跟电视里演的完全不一样啊！进到屋里，我更是大吃一惊。屋里坐满了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而正座上赫然坐着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奶奶。我一看，瞬间惊呆了，这老奶奶我见过，不就是来我家找孙女那个吗？双雪指着老奶奶说这是她母亲。我们连忙行礼，老奶奶虽然笑着，却自带一种威严。接着，双雪又介绍了黄、白、灰3家的代表，黄家、白家、灰家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坐着的果然都不是正常人。就在这时，胡老太太开口了：“雪儿出去看好家门，柳家的人不欢迎。”双雪走后，老太太又对其他人说：“晚宴已备好，大家先去落座吧。”瞬间，屋里只剩下我们3人。胡言拱手：“老仙家有话尽管讲。”老太太脸色一沉：“柳家要你弟弟的命，恐怕没有商量的余地。”说完，她忧愁地看着胡言，胡言却淡淡一笑：“我明白仙家的规矩。”老太太点点头：“拜堂之前，我们胡家不能出手，得由你来。拜堂之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柳家不敢再找麻烦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”胡言面无表情，眼神冰冷：“老仙家放心，谁敢当着众仙家的面欺凌我弟，我便让他挫骨扬灰。”这话一出，连老太太都微微一抖。随后，我们被带到房间换衣服。我忍不住问胡言：“哥，你明明能打过那柳疯婆子，干嘛非要我娶媳妇？”他敲了下我的头：“你见识少，刚才老太太是在试探我们，不给你撑面子。以后我走了，你会被欺负的。”走，他要去哪？我心里一慌，他却让我别多想。胡言叮嘱我：“从这到大厅只有100多步路，但柳家人肯定会从中作梗。拜堂之前，胡家不会插手，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。你胆子放
放大点，千万别跑，否则就功亏一篑。我紧张地做着心理准备，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鞭炮声，胡言立刻给我戴上新郎帽，把剑用红布背上，他搀着我往外走，压低声音：我感应到柳家人的气息了。你小心外边的所有人！我早就闻到一股蛇腥味儿。胡言一打开门，外面黑压压站着一群人，除了4个胡家教夫，其他人都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们。那股浓烈的蛇腥味就在轿子四周。我仔细看向人群，却根本没有疯婆子的身影。难道是我们多虑了？抬轿的人却催促：新郎上轿吧，新娘子等着呢。说着，给我掀开了血红的门帘。我后背寒气直冒。就在这时，胡言亲自把我送进轿子，还塞给我一个东西。他悄悄说：有情况就泼。我一看，竟然是平机血。轿子缓缓抬起，在院子里绕了几圈，周围挂满红灯笼，把我的手都照得像泡在血里。刚进一条小巷，一个诡异的声音突然传来：你们办喜事呢？哈哈，是那个疯婆子。轿子瞬间停下，我吓得头皮发麻，掀开窗纱一看，只见她弓着身子站在巷口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笑。哥，她怎么来了？我惊恐地大喊。可话音刚落，在场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。胡言问：是不是看到什么？我猛地再看过去，巷口却空无一人，疯婆子不见了。胡言却说他们只是停下来放灯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轿子再次启动，眼看就要到大厅，我刚松了口气站起来，谁知眼角一瞥，轿顶竟挂着一条红蛇，它正对着我蠕动。我全身血液瞬间凝固，只听嗤的一声，那蛇猛地窜到我身上，紧接着小腿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。我惨叫一声，它死死咬住我的肉，越缠越紧，意识瞬间模糊。胡言猛地掀开门帘，那蛇竟顺着我的小腿往上爬。我虚弱地喊：蛇蛇！可胡言捞开我的衣服一看，腿上什么也没有。这下我直接被吓得说不出话。就在我被扶进大厅时，新娘想过来帮忙，却被胡老太太拦住。她就那么眼睁睁看着，不许任何人动手。胡言的脸瞬间冷到冰点，他让我坐下，恶狠狠地瞪向门外，那眼神冷入骨髓。嗖的一声，他拔出长剑，咬破手指，抹上鲜血，剑刃瞬间泛起金光，逼得胡家人连连后退。他盯着门外，一字一句：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话音落，长剑化作一道电光，嗖射向门外。胡言快步追出，只听门外传来他的怒吼：以后若是再敢咄咄逼人，我就代表茅山收了你。听完这句，我脑袋一歪，彻底晕了过去。之后我只模糊记得，好像被人扶着拜了天地。我猛然醒来，发现自己趴在红桌上，屋里贴满双喜，床上竟坐着一个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子。她见我醒来，急忙收回想接盖头的手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里是洞房。再看腿上被蛇咬的伤口已经抹了药，可我哥呢？他不是打不过疯婆子吗？我心头一紧，立刻起身要去找他。你要去哪儿？新娘子突然开口，声音又媚又脆：找我哥。我一把拉开门，没想到门口竟趴着偷听的双雪和双灵。双雪尴尬一笑，就把我拦住：你哥走了，让你明天回家多看看。什么？走了？他又丢下我了？我撒腿就想去找双雪，却张开双手，瞬间变脸。回去洞房，不然休想从这走出去。说完，他竟把我推进屋里，还把门给锁了。我急得直拉门，可门外被锁死，还站着2个下人。这时，床上的新娘子竟带着哭腔说：你今晚要是敢走，我就哭给你看。我彻底无语，只能先安抚他，我就去找我哥，不会走的。他却说这胡家我根本出不去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一愣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可他却摇摇头，提出一个条件：不行，我母后说了，红盖头必须你来接，还要喝交杯酒。真是麻烦。我急忙跑到床前，伸手就要掀盖头，谁知他又不许了，指着桌子说：喂，你得用那根小杆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女人也太讲究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拿过杆子，一把给她揭开。就在红盖头掀开的瞬间，我彻底傻眼了。凤冠珠宝，乌黑刘海，一张水嫩的小脸蛋，她正咬着红唇，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羞涩地看着我。我瞬间忘了胡言，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。这狐狸精也太美了。你干嘛这样看着人家啊？她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，我这才想起正事。没看你，能带我出去了吧？不行。她抿嘴又说，我火气一下就上来，又不行。这女人怎么说话不算话？我扭头就往门口冲，准备强行闯出去。她却急忙叫住我：喂，还没喝交杯酒呢，被抓住你一辈子都别想回家。我感觉人生都快完了，只好拿起酒杯递给她。不行，我想听你叫娘子。她却得意一笑：不行，我想听你叫娘子。我气得牙痒痒，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只能咬牙切齿：娘子，快喝吧，我真有急事。她这才满意的哼了一声，主动挽起我的手，准备喝交杯酒。我们靠得很近，我紧张的闭眼干了那杯酒，酒一入喉，心脏都像在燃烧。我捂着嘴猛咳，没想到她咳得比我还厉害。我怕她反悔，缓过气就催她快走。她突然拉住我，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外，压低声音：走吧，我有个秘密通道，你别跟别人说。说完，她拉着我到床边，掀开窗纱，她竟在墙上掰开一块木头，一个暗门赫然出现。她对我比了个嘘的手势，鬼鬼祟祟地先探出头，然后一把拉我出去，兴奋大喊：我又出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2楼传来一声童音：姐姐快来看，双双姐姐跟姐夫开始做游戏了。她瞬间僵住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她妹妹双灵。她气得叉腰一指：玲玲，你跟我进去睡觉。小妹妹瞬间吓得没力，可她刚一回头，身后就传来一声咳嗽。我们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竟是胡老太太和胡双雪，他们正没好气地盯着我们。你这丫头，成亲了还不省心，这么快就洞房了？胡老太太瞪着双双，双双瞬间蔫了，低头捏着衣服。我就想带她在院子里走走。我一听，这不就是不打自招吗？你赶紧回屋，我有话要跟胡星说。再不听话，我亲自监督你们洞房。胡老太太一声令下，双双只好委屈地回去了。接着，胡老太太把我带进大厅，递给我一个包袱，这是你哥留下的，
不到天亮出去很危险。他说完就走，临走前还坏笑一声。对了，洞房别害羞，双双那丫头是该让她尝尝当娘的滋味了。我脸上一阵燥热，等他走后，急忙打开包袱，里面除了红肚兜和黑发，还有一本书和一封信。我撕开信，无言不辞而别的原因，瞬间让我头皮发麻。他说了3件事。胡家是5大仙家之首，天性狡猾，必须提防。第2，柳家虽不能明着找我麻烦，但会暗中害我。第3，我中了5解蛇毒，1年之内必死无疑。他这么着急走，就是去给我找解药。包里那本书是道家符鬼术，能增强抵抗力，延缓毒发。书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有几万块钱，让我去县城租房上学。信的最后，他特意标注书里的道术千万不要去实践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切记。看完信，我失魂落魄的回到房间，双双叫我回来，急忙问我他母后说了什么。我哪有心情理他，瘫坐在床上一言不发。最后他气得瞪着我，也不说话。我满脑子都是胡言的事，不知不觉就困了，倒头就睡。可眼睛刚闭上，他突然发飙，他一把揪住我的耳朵，直接把我从床上揪下来。你还想睡？敢不理我？今晚你睡地上去。他双手叉腰，一副比我还委屈的样子。我原本气急败坏，可看到他那委屈样，怕他真哭了。胡老太太不放过我，我只好站起身道歉，对不起，刚才想事情。他却一扁嘴转过身去。我不听，就娘子。娘子就娘子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不吃这套。转身爬上桌子就睡。亏我还救你，你个白眼狼！他气得真要哭了，我心里烦躁，脱口而出：以前还是我救你。你那叫报恩。他瞬间哑火，狠狠白我一眼，自己拉起被子睡了。我心里叹气，这辈子完了。看他整个人蒙在被子里，好像还在小声骂我。我吹掉蜡烛，索性就在桌子上睡。要知道我还是高中生，万一没忍住，一辈子可就真完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就睡过去。再醒来时，身上竟然盖着被子。胡双双正坐在旁边卸妆，见我醒了，只是轻轻白我一眼。原来他还知道关心我。可要不是他把我救下床，我会挨冻吗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说是送洗脸水。门一开，竟然是双林和胡双雪。胡双雪把水放下，意有所指地看着我们。昨晚你们闹那么大动静，在干嘛呢？胡双双瞬间尴尬，眨着眼看我。那个，你说吧。我正要开口，小双林咬着手指，突然说：“双雪姐姐，昨晚你说姐夫把双双姐姐都弄哭了呢。”空气瞬间凝固，我们3个面面相觑。原来他们一直在监督我们。你别听玲玲瞎说。胡双雪脸一红，拉着双林就往外走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问胡双双什么约法3章。她梳着头不理我，还在生昨晚的气。见她不说，我只好自己洗脸。她却突然开口，就是要你承诺不欺负我，然后敬茶就可以跟我回你家了。我心里冷笑，你不欺负我就不错了，我打得过你吗？接着我们换好衣服去大厅，今天人更多了，都是他的叔叔婶婶、堂哥堂姐。他那个小白脸堂哥一上来就给我个下马威，说不喝我这种穷小子的茶。我懒得理他。然后就是约法3章：不能打骂胡双双，不能丢下他；第2，不许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；第3，不能主动惹他生气，要关爱照顾。我心里冷笑，这哪是约法3章，这简直是卖身契。有这么个刁难老婆，谁还敢找别的女人？谈完规矩，我们跟众人道别。那个小白脸堂哥又来挑衅，小子敢惹我妹妹生气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没理他，心想我哥要是在，你敢这么说？告别后，我们终于要回家了，可双林小妹妹却哭着要跟我们一起走。胡双双抱着妹妹，含泪承诺3个月后就来接她。我也喜欢小玲玲，但也只能无奈告别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感觉轻松不少。高3要开学了，我得去县城租房补习，顺便等我哥胡言回来。至于胡双双，我可不打算带她出门，她太惹眼，我怕惹出乱子。我越想越烦，埋头就走，把她远远甩在后面。她在后面一个劲儿的喊我，还想让我牵她，我能牵她吗？她越喊，我跑得越快。她这种刁蛮公主，我才不吃那套。眼看就要下山，我回头看她气得拔草折花，正觉得大快人心。可就在这时，前面的树林里突然冒起一阵白雾，紧接着一个杵着拐杖的黑影缓缓走了出来。我心头猛地一惊，是柳家那疯婆子。我吓得转身就想跑，谁知胡双双已经追上来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闭着眼享受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。”我看着走来的疯婆子，急得拍她：“仇人来了，你正经点！”我不管，反正他又不敢欺负我们。她竟然眼睛都不睁，死死赖在我胳膊上。疯婆子驼着背，眼神恶毒地盯着我，又瞥了眼胡双双，阴恻恻地笑了。小子有媳妇不错嘛。话音刚落，她脸一沉，竟然直接朝我们走来。我被胡双双死死拽住，动弹不得。疯婆子走到我身旁，却没停下，只是边走边说：“别以为你哥一辈子都在，等着他死在胡家手上吧。”说完，他就消失在丛林中。我眉头紧锁，一把甩开胡双双的手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胡家要对我哥下手？胡双双却掐了我一下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对他的话你也信？傻瓜！”我想想也是，我哥那么厉害，怎么会怕胡家？我转念一想，问胡双双：“他去你家干嘛？”就娘子。他又开始耍脾气，我白他一眼，转身就跑。不说算了，我才不稀罕听。喂，你等等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他在后面气呼呼地喊，我这才得意地停下。等他跑过来，他抓住我的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可不能生气。”不生气？你说。他这才抿着嘴说：“其实我也不知道。”我气得牙痒痒，趁他大笑，我挣脱他的手，拔腿就跑。死狐星，你给我回来！再不回来，我就告诉我母后去。他在后面大喊，我根本不吃这套，一口气跑出老远。可停下一看，他竟然没追上来。糟了，他不会真回去告状了吧？我赶紧跑回去，只见他正坐在草坪上，捂着脸骂我。我松了口气，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：“走吧，别哭了，行不行？”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他立刻破涕为笑，得意地牵住我的手。原来又是装的。我叹口气，这胡家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狡猾。
回到家，门口已经堆满了他的嫁妆，他自顾自的在门口种花，我则进屋翻出我哥留下的包，拿出那本无名书研究起来。书上的内容晦涩难懂，但看着看着竟觉得有些意思，还有点恐怖。中午，胡双双跑进屋问我，相公饿不饿？我给你做饭去。他还会做饭？跟你学的啊。他挽起袖子就进了厨房，我正想着以后有饭吃了，厨房里却传来一阵乒乒乓乓，一会儿喊烧不着火，一会儿又抱怨锅不好用。我走进厨房，只见他坐在灶台前，委屈的像要哭出来。这火不听话，我往灶台一看，差点气晕，里面全是湿漉漉的柴，这哪是生火，分明是玩火。我叹口气，还是我来吧，你收拾东西，明天我们搬去县城，干嘛叫我自己收拾？他竟然还倔上了，抹了把小花脸。他继续跟那堆湿柴较劲，我怕他一会儿又哭，三下五除二换上干柴，这才由他折腾。等我收拾完东西，他才喊我吃饭。我一看就惊呆了，竟然是我最爱吃的那几样，味道也差不太多。这狐狸果然聪明。吃完饭，我带他去村里告别，有些人家依然不待见我，但村里人看见胡双双，眼睛都直了。他们追问这小美女是谁，吓得他一个劲儿往我身后躲。我只说是远房亲戚，他却不乐意，一离开就掐我耳朵，非要我叫他娘子。在村长家说明疯婆子不会再来。告别后回家已是天黑，我耳朵火辣辣的疼，懒得理他，进屋就睡。第二天醒来，我赫然发现他竟靠在我胸口睡得正香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喉咙一紧，赶紧起床，再看下去怕是要出事。结果一转头，我差点气炸，他把我的书全倒出来，霸占了我的书包，我只能用我哥的包装书。没想到刚装好，他就醒了，像个树袋熊一样挂在我身上。我气得一把挣开，耳朵又差点被他揪下来。等他闹够，已经早上7点，他坐在门口晒太阳，我则锁好门，带他去镇上坐车。路过隔壁村，我让他在路口等，自己去了刘端公家。门口停着一口黑棺材，不少人正在哭丧，想着他的死与我有关。我把身上仅剩的100多块钱当了礼金，谁知刚出门就被一个穿孝衣的女人拦住，她双眼通红，一把抓住我，你个扫把星，害死了我男人，你还我男人来！说着就又抓又咬。村民赶紧拉开他，可客厅里又传来一声怒吼：胡鑫，你个死爹死娘的扫把星，给我滚出去！是我同学刘红，刘端公的儿子，他从小就欺负我，见我就喊穷瘪三。但看在他爹刚死，我忍了，转身就走。可他疯娘又冲上来，抓住我的头发就要打。我们村长一把将他拉开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疯婆娘，欺负我大孙子干啥？我脸上被抓出几道血痕，火辣辣的疼。可这疯女人哪管这些，反过来就抓村长。村长一把年纪，瞬间被他扑倒在地，所有人急忙拉架，可刘红竟站在一旁冷眼旁观。我们好不容易拉开2人，村里人催我快走，村长护送我到路口，刘红却追了上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去学校等着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害你爹的不是我，我恶心的不行。我管他是不是你害的，老子说要整你就要整你，你个没爹没妈的瘪三！他竟然还得寸进尺，我瞬间火了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：你再说一个试试！村长赶紧把我拉开，不然我今天非打烂他的嘴。就在这时，屋里突然一声尖叫：不好了，红大娘快死了！人群瞬间炸锅，拉着刘红就往屋里跑。村长也冲进去，回头喊我快走，别惹麻烦。我只能站在门口，透过窗户往里看。可就在我准备进去时，竟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是那个柳家疯婆子。她就站在屋子里，正对着我笑。我瞪大眼睛，暗道不好，刘红的娘肯定是她害的。我刚要冲进去，手却被一把抓住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胡双双。相公，别跟疯子一般见识。你的脸流血了。他看见我的伤口，心疼的用手给我擦血，我这才回过神。可等我再看向窗口时，疯婆子的身影已经消失，只在墙角瞥见一条蛇尾巴一闪而过。就在此时，屋里的人被赶出来，我这才看清刘红他娘，她眼睛恶狠狠地睁着，浑身颤抖，嘴都歪了。村长急得大喊：刘红他娘羊癫疯发作，快送去村医那儿！我不理会胡双双的拉扯，死死盯着那个女人，因为她虽然全身剧烈颤抖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。我们快走吧，母后说疯子眼睛记仇。胡双双硬是把我救回大路上，她一边给我擦血，一边骂：就你去那儿，活该！嘴上虽狠，可脸上全是心疼。我心情极差，不只是因为刘红家，更是因为我明白，一直是那个疯婆子在陷害我。别擦了！我没好气地拉着她往镇上赶，我必须找到我哥胡言。于是我问胡双双：你们家那么厉害，能不能帮我找到我哥？你找他干嘛？她看着我问，我怕柳家的人又来找麻烦。我愁眉苦脸：你是不是被疯子抓傻了？她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才撅嘴说：有你娘子我在，我看谁敢来。说完，她又整个人粘在我身上，我闻着她的发香，浑身别扭，只好凶她：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竟然还凶人家！她嘴巴一歪，捂着脸转身就走。我不跟你了，回家告状去。我瞬间投降，忙追上去拉住她：开玩笑的，你随便靠行了吧？她这才破涕为笑：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就知道她在演戏。好不容易到了镇上，我急忙冲进公厕，可等我出来时，胡双双竟然不见了。这下我急坏了，万一她被坏人盯上怎么办？结果还没走几步，背后突然被人拉住，我以为是胡双双，回头一看，竟是个戴口罩的蒙面人。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骇人的鹰眼。不等我反应，他捂住我的嘴，把我拖到公厕后面。紧接着，他拿出3根点燃的香，对着我的脑袋就戳了过来。我被他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。他这是要把我毁容。就在3根香即将戳到我额头的瞬间，电杆下突然窜出另一个白衣蒙面人。白衣人嗖的拔出一把长剑，朝着这边猛地扔了过来。锋利的剑光晃得我瞬间闭上眼睛，我身上的束缚感瞬间消失，整个人摔在地上，狼狈的一滚。抬头就看见那个想害我的人拿着香跑了，而那个白衣人收好剑，正朝我走来。我吓得往后一退，可他却摘下面罩，我瞬间惊呆，竟然是我哥胡言。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我松了口气，浑身却忍不住发抖。你媳妇儿呢？知不知道刚才多危险？他一脸严肃的训我，把我拉起来。他不知道哪去了。我捂着胸口大喘气。刚才那是什么人？他想毁我容。从我回家那天，就发现他在村口鬼鬼祟祟。胡言冷冷道：“还好我没走，不然你小子今天就完了。”他说完，眼睛突然向左一瞥，立刻拉起面罩。你媳妇回来了，下次人少的地方不许离开她。我还有事，过几天来县城找你。我想跟他提疯婆子的事，可他话音刚落，几步就跳上围墙，瞬间消失不见。这速度也太快了。胡言刚走，胡双双就跑了过来。他望着胡言消失的方向问：“他是谁啊？”想起胡言故意躲他，我摇摇头，不认识。你刚才去哪了？我看见有人想害你，就追过去了。相公，这里有坏人，我们快走。他习惯性的揪住我的耳朵，急着往外走。我疼得一咧嘴，他才吐吐舌头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以后不揪你这只耳朵了。我刚想松口气，他却接着说：“我揪另外一只就没那么疼了。”下一秒，我就被他揪着耳朵，在全镇人的注视下，走到了广场中央。他这才松开我，瞪着眼说：“叫你故意躲我，以后上厕所不许超过5分钟，不然我把你耳朵拧下来。”这女人吃火药了，几分钟不见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凶？最后我被迫当街大喊了好几句“娘子”，他才肯放过我。我们跑到车站，刚好有车发动，我拉着他上车，找了个偏僻位置商量。去了县城，你千万别这样了，被我老师看见会被开除的。他却把头撇向窗外。我不管，谁叫你惹我生气的？我哪里惹你了？我气得牙痒痒。他突然一脸震惊：“你刚才故意躲着我，我怎么保护你？”话说到一半，他猛地捂住嘴，我瞬间一愣，想起胡言的话，突然觉得胡双双不光是我媳娘子这么简单，难道有什么人盯上我了？胡言让我娶她，不是为了对付柳家疯婆子，而是为了让她保护我。正想着，胡双双又靠在我肩上，以后不许那样了，不然我天天让你睡地上。随便你，我故意气她。她小嘴一歪，狠狠掐了我一下，竟然哭了起来。我没理她，车都开了，看她怎么回家告状。半路上，她靠着我睡着，脸上还挂着泪花，我心里一拧，有点后悔。车到站时，我轻轻摇醒她，说了句对不起，就逃命似的冲下车，因为我知道她醒来肯定要抱着我不放，在人少的地方等她闹完脾气，我才苦着脸带她往学校走。可就在我们走到学校附近一条小巷口时，事情突然发生变化。胡双双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，笑脸瞬间变得紧张，她拉着我扭头就跑，大喊：“是他来了！相公，我好怕！”你跑什么？后面没人啊！我被她拉得莫名其妙，在楼上看着我们呢。她怯懦地拽着我继续跑，我又回头往巷子旁那栋房子看去，2楼上还真有个人。这一看，我吓了一跳，那不是我们班主任吗？此刻他正站在围栏旁，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他不仅是班主任，还是教务处主任。要是让他知道我跟女孩这么亲密，指不定就要被拉去做思想教育。想到这，我跑得比胡双双还快，只希望他没认出我来。我们俩仓皇跑进后街，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。你怕我们班主任干嘛？我喘着气问。什么是班主任？你也认识那个人？他竟然反问我，我一时语塞。班主任就是……算了，你也不懂，你先说你怕他干嘛？他张了张嘴，眼珠子一转，却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不行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我母后说了，看见他就躲远点。又是母后，他不说我也没办法。可我知道我们班主任对早恋管得极严，抓到就别想高考。就在这时，胡双双怯怯地看着我，大眼睛一眨一眨，搞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探头一看，班主任不见了。于是我赶紧带着他鬼鬼祟祟地摸回前街，找了家小宾馆开了间房。我想出去租个房子，毕竟住宾馆太贵，可他死活不同意，非要跟着我。我怕再撞见老师，只能跟他耗着，等天黑再出门。结果我俩在床上一坐就是几小时，我一起身他就起身，就连上厕所他都要跟在后面，一步都不让我走远。我头疼得要死，正当我要放弃，趴在床上迷糊时，门突然被敲响了。难道是巡逻队？我胆子小，生怕被发现，赶紧叫胡双双躲进洗手间。他这次倒也听话，乖乖躲了进去。我走到门口，轻轻拉开一道缝，门外竟然站着一个老头，手里还捧着一束玫瑰花。请问胡双双小姐在吗？这是她的花。有人给她送花。我愣了一下，但还是接过花。她出去了，我替她收下。老头点点头就下楼了。这城里还有人认识她。我翻看玫瑰，上面却没有标签。就在这时，胡双双从洗手间跑出来，我心里有点不爽，把花扔给她。有人喜欢你，给你送的花。哪知花刚碰到她，她就捂着嘴尖叫一声，整个人连退好几步，一下摔倒在地。你怎么了？我急了，忙跑过去扶她。此刻她却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力气，眼睛呆滞无神。花，快把花扔了。她虚弱的吐出几个字，眼睛一闭，直接昏死过去。难道她怕玫瑰花？我心里一紧，把她抱到床上，捡起地上的玫瑰就准备扔掉，可刚丢进垃圾桶，花里竟抖出一张黄纸条。我捡起来一看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扭曲文字，可背面的一排小字我却看懂了。我来找你了。我心头一震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直接把花从窗口扔了出去。这一定是胡双双得罪了什么人。我惊慌地探了探她的鼻息，虽然稳定，但人却怎么也喊不醒。我急忙跑下楼买水，想烧开水试试，可谁知我刚回到房间门口，就发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正站在门口往里看。我以为是小偷，大喊一声：“你谁啊？”那女孩猛地回头，我瞬间愣住，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学李丽。胡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她也一脸惊讶。我表妹住这，我给她送水，我怕她去告状，赶紧撒谎。她却指着屋里，睁大眼睛问：“里面那2个女的都是你表妹？”2个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哪来的2个？你在这干嘛？我就住对面，刚才看见你出去，接着就有一个女的跑上来，进了你房间，我以为是想冲呢。在哪？我把水往地上一扔，慌忙冲进屋里。我看见她去厕所了。李丽跟着我走进来，胡双双还是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而洗手间的门却关得死死的。我记得我出去时门是开的，我回头想让李丽去叫老板，可一转身，
身后空空如也。他人呢？我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拿起地上的塑料凳子，对着洗手间大喊：“谁在里面？出来！”话音刚落，里面突然传来滴答滴答的滴水声，紧接着灯亮了。我心一横，直接冲到门口，伸手就把门猛地推开。门猛地推开，我凳子都举起来了，可往里一看，洗手间里竟然没人。就在这时，灯光突然闪烁一下，再次亮起时，墙上竟多了一行血淋淋的大字：“终于找到你了，见鬼了！”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反挂背包，背起胡双双就往楼下冲。宾馆老板见状想帮忙，我哪敢停留，直接跑出宾馆。不懂那字什么意思，但我明白我们被盯上了，这绝不是柳家人，恐怕是胡家的仇人。我站在冷清的街上，心头发凉，不知该去哪。就在这时，背上的胡双双虚弱的开口：“去人多的地方。”我脑子瞬间开窍，背着他就往市中心跑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边跑边问。被算计了，先找个人多的地方，我告诉你怎么做。他说到这就没了声音，背上滚烫，他发高烧了。我六神无主，真怕他出事，没法跟胡老太交代。我赶紧招了辆出租车，直奔广场。可胡双双一直昏迷，司机也吓坏了。眼看快到广场，司机却一个劲往我们旁边看，突然脸色大变。你们是3个人啊？刚才咋没看出来？说完，他带着哭腔，回头叫我赶紧下车，钱都不要了。3个人，我看看旁边，除了胡双双哪有别人？瞬间毛骨悚然，我急忙背着他下车，司机一脚油门逃命似的开走。此时广场人山人海，我不敢大意，直接背着他跑进旁边一家宾馆。服务员还帮我把包送到楼上。我刚进屋反锁上门，他突然咳嗽几声，闭着眼说：“快把我的东西拿出来，里面有面镜子。”你挺住，千万别死！我大喊一声，赶紧翻包，除了衣服首饰，就只有一面金色的铜镜。我把镜子拿到他面前，他却叫我把镜子挂在门上。我赶紧照做，可镜子刚挂上，胡双双就剧烈咳嗽起来。我赶紧给他拍背喂水，他这才靠在我肩上睡着，体温也慢慢降下。这是肯定不简单。我突然想到胡言给我的银行卡上面贴着一个电话号码，我立刻拿起房间的座机打了过去。第2次电话接通了，那边传来胡言的声音，问我是谁。我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哥，我是胡鑫，胡双双出事了。我把接到玫瑰花的事一字一句告诉他，他沉默半晌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可能是胡家仇人作祟，你用水在门后倒个圈，然后用你的血喂他。报下地址，我明天来看看。”挂断电话，胡双双醒了，虚弱的看着我，却说不出话。我按照胡言说的，先在门后撒了个水圈，然后扶起他准备喂血。我把手伸到他嘴边，咬牙说：“你咬吧。”他却只是摇头，软绵绵的靠在我胸口。我瞬间明白，他连话都说不出，哪还有力气咬？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一咬牙，在手上划了个小口子。我辣辣的疼，我把手递给他，他起初还死活不要，直到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自己死了没关系，可我怎么跟你母后交代？”他好像生气了，毫不犹豫地吻住我的伤口，还使劲地咬。可就他这点力气，根本咬不疼我，反而我的手被他的小嘴吻着，暖乎乎的，这种感觉太舒服，我忍不住一阵想入非非，赶紧拉过被子隔开，不然容易出事。他一直咬着我的手腕，头发又香又柔，落在我身上，让我脸颊发烫。我索性闭上眼假寐，结果竟然真睡着了。等我醒来，身上盖着被子，胡双双正搂着我睡得香甜。墙上的挂钟显示早上5点多。我轻轻拿开他的手，看他脸色好了不少，总算松了口气，还好没死。我刚从洗手间出来，就发现胡双双醒了，她像个小怨妇，幽怨地瞪着我：“睡个觉都不老实，快给我梳头！”不老实？我干啥了？她似乎看穿我的疑惑，轻轻掀开被子，我瞬间懵了，她的衣服怎么乱成那样？我就睡觉，啥也不知道。我脸上一热，赶紧去拿梳子，你能不能起床？我把梳子丢给他，动不了，我就要你帮我梳。他立马变得可怜巴巴。我知道他在装，但怕胡言撞见，只好帮他梳顺头发。要不要换衣服？我正好出去买早餐。动不了，要换也是你帮我换。他把头一撇，公主脾气又犯了，让我给他换，你爱换不换？我丢下这句话就开门走了，身后传来他骂我的声音。我刚在楼下买好粥，一辆黑色跑车突然停在我面前，车门打开，胡言走了下来，我当场愣住，这么豪华的车得多少钱？胡言搭着我的肩问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“好点了，就是不能下床。”我带着他上楼，路上他问我有没有见过可疑的人。我摇头说：“就是一个老头送了玫瑰花，胡双双一碰就倒了。”“花呢？”他眉头紧锁，扔了。他立马给我一个脑瓜崩：“你个傻小子，不知道留给我看啊！”我无奈地摸着头，刚走进房间，就听见胡双双在那拍被子。死胡心，臭胡心！看到胡言，他才消停，但眼睛还是死死瞪着我。你是不是欺负他了？胡言瞪着我问。没有，他自己无理取闹。我回瞪胡双双，心说你在闹啊。他幽怨地看着我，不停揪着被子，我心里莫名解气。胡言给胡双双把了会脉，皱眉问他：“你以前是不是也被这种东西害过？”胡双双有气无力地点点头，眼睛却还盯着我，像在盘算恢复后怎么收拾我。胡言又问：“那你以前怎么处理的？”他想了想才说：“我姐姐带我去找了一个妖医，扎针熬药，1个月才好。”妖医应该是九北山的九道先生吧？胡言眉头紧锁，九道先生只医妖，但跟人成亲的妖他不医。胡双双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堂哥欺负过凡人女孩，我母后出面他都不医，我就更可能了。不医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死？”我急忙问。胡言瞪我一眼：“不会死，但终生不能动法术，以后不但保护不了你，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。”那太好了，正好让他消停点。我心里一阵窃喜，这死丫头恢复了，不打死我才怪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枕头就砸了过来。胡双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，没想到胡言也瞪我。哪有那么简单？他仇人发现了他，以后很危险，别忘了你自己还背着仇恨。我吓得不敢再说话。胡言思考片刻说：“你们先吃早餐，或许九道先生会给我一份薄面，带你们去看看。”他一正经，我也不敢再气胡双双，他故意刁难要我喂饭，我也
乖乖照做，把他乐得眉开眼笑。吃完早餐，我背着胡双双下楼，胡言却没带我们去九北山，而是到了一栋郊区别墅前。胡言说这是他朋友的房子，没人住，以后我们俩就住这，方便我上学。这房子真漂亮。胡双双却嘀咕着，以后要天天接送我，然后暴打我一顿解压。我敢怒不敢言。胡言放好行李，我们立刻上车赶往九北山。路上我才发现胡双双全身瘫痪，根本动不了。胡言警告我，以后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往他身上扔，会要命的。我这才意识到错误，把昨晚的怪事全告诉他，他的脸色瞬间沉下，说可能是胡家仇敌搞了鬼，等你媳妇恢复了，我再来个守株待兔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顿时踏实不少。车子开到村子尽头，我们只能下车走路。我背着胡双双爬山，累得半死。胡言却说是在锻炼我。到了半山腰，一座气派的木瓦房出现，院门紧闭。胡言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，只好说：“九道先生这人很古怪，我们等等吧。”半小时过去，还是没动静。我看着动弹不得的胡双双，心一横，对着门就是几脚。我操！要不让本仙去睡觉了？里面传来一声怒吼，然后又没声了。胡言轻笑一声，让我别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提着箩筐从山上下来，她穿着白色连衣裙，长得挺水灵，竟然跟我们班班花很像。你们是来求医的吧？我父亲有点赖床。胡言笑着说没事。女孩打开门，扶胡双双进屋，还给我们倒了茶，性格真好。接着她进屋去叫她父亲，没一会儿竟然推着一个轮椅出来，轮椅上坐着个猥琐中年男人，留着八字胡，歪着脑袋打呼噜，这也睡得着？我们仨都看傻了。女孩刚要摇醒他，男人突然举起右手念叨：“最近求医有规矩，不当徒弟请出门左拐。”说完继续睡。胡言客气地问：“先生的意思是不收个徒弟就不医？”哪知话音刚落，男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我去，他不是残疾。他站起来就盯着我，对胡言点头。对，一看你就是同道中人。说完又猥琐地盯着我笑。小子，当不当我徒弟？每天放学来上班包午饭，月薪付500，医药服鬼术，样样可学。关键是上班路上还有美女校花陪你哦。他边说边偷偷指了指他女儿，这老家伙竟然用自己女儿当诱饵，真不要脸。胡双双坐在我旁边，脸色瞬间不对劲，咧着嘴眨巴着眼睛看我。我知道，我要是敢答应，他非打死我不可。我正不知所措，胡言却笑了。他看着九道先生说：“先生，我们要医的是跟人成亲的药，您还出手吗？”九道先生揪着胡子看了眼胡双双，随口说道：“老顾客了，只要没失身，只要这小子当我徒弟，本先生照医不误，两项缺一不可。”说完，他又坐回椅子上，等着回答。我也盯着胡言，希望有别的办法。这师傅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月薪付500，这不是让我倒贴钱吗？胡言想了会儿，把我叫到一边，低声问：“你媳妇没失身吧？”我脸一红，拼命摇头，说：“反正我没干啥。”他把我带到九道先生面前，对我眨眨眼。胡杏，快感谢先生的收徒之恩。不光我不开心，就连胡双双都愣住。他嘟着嘴想说啥，却又不敢，最后只能狠狠白我一眼。小子，本先生一辈子只收一个徒弟，能跟着我是你前世修的福。九道先生一脸欠扁地看着我。你如果答应，本先生立马医治这小姑娘。胡言让我拜师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我心里的抗拒瞬间消失，点点头，谢谢先生。痛快。他整理一下衣服，对他女儿说：“小雨，带他进去，按老疯子扎几针，再抓几天药。”知道了。他女儿答应一声，让我们把胡双双扶上轮椅。胡双双却楚楚可怜地拉着我不放，带着哭腔：“我不想扎针，疼死了。”我莫名有点幸灾乐祸，故意不理他，还帮着推轮椅。他们进屋后，九道先生一溜烟跑进另一间屋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一通算，然后他看着胡言：“治疗1个月，1周1副药，每天1次针灸，1副药400，一次针灸100，加上跑路费，就算你们5000。这么贵！”我刚想骂他坑人，他却接着说：“不过这小子是我徒弟了，有优惠，拿3000就行。哦，不当，还有这小子的午饭钱。”先算1年，一共拿8000吧。谁叫咱们以后是一家人呢？我翻了个白眼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胡言却眼睛都不眨，掏出一个红包递过去，这里刚好够，还望先生别嫌弃。我愣住，他出门带红包，早就料到会被坑。九道先生眼睛都直了，收下红包后瞬间客气，带我们走进堂屋。原来这里是个书房，好几个书架上全是医书，但很特别，都是医治动物的书籍。身为妖医，必须要有超强记忆力。九道先生介绍道：“等你来上班，这间书房里的东西必须天天看，天天记。”他说完就去换衣服，让我们自便。等他走后，我终于忍不住问胡言：“哥，这先生精神不对劲啊，你干嘛让我拜他为师？”胡言淡淡一笑，翻着书说：“想救你媳妇，必须拜他为师，而且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有些事以后你自然就明白。”那你是早就知道他要收我为徒？我又问。他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我们看了会儿书，九道先生的女儿就来说可以了。只见胡双双坐在轮椅上，正对着自己的手生气。我凑近一看，连个针孔都没有。你气啥？他却非要我给他揉手，不揉就要生气。我只好给他揉着手腕，让他靠在我肩上休息。不一会儿他就睡着。九道先生的女儿说：“这是药效关系，痊愈前他会很贪睡。”我和胡双双在客厅等着，胡言则跟着九道先生的女儿去了后院，直到太阳落山，他们才出来。胡言出来就告别，让我背起胡双双。他睡得正香，我动作放得极慢。两妇女送我们到路口，我才知道以后1个月都有九道先生的女儿上门给胡双双针灸，10天后她就能自己走动，但1个月后才能完全恢复。这下我放心了，照顾她10天就行。
反正还有2天就开学，到时候相处时间少，他就没机会折腾我。我们小心翼翼下山，无言叫了车往市里赶。路上，无言给我指了好几条小路，说都能通往我学校，走路比坐车快。过几天你放学就走这里，去九北山上班，2个小时，天黑前回家就行。我还是不解，那我每天去学艺，回到家天都黑了，胡双双怎么办？他10天内动不了，万一仇人再来怎么办？无言拍拍我的肩膀，看着熟睡的胡双双说：“他的伤1个月就好，这1个月九道先生的女儿会跟你一起回家，他会先给你媳妇针灸，你照顾好她就行。那要是仇人再找来呢？”我追问。放心，那房子一般人找不到，找到了也进不去。胡言脸色突然一沉，我明天要离开一段时间，下个月回来就找出送玫瑰的罪魁祸首，到时候你媳妇也能保护你。他一定是为我身上的蛇毒奔波。我心里一沉，没再说话。车子很快到了别墅，胡双双还在睡，看来九道先生的医术真不赖。我抱着他走进房子，里面的装修简直气派。胡言带我到2楼，指了一间房，让我把胡双双抱进去。我刚把他放下，他就想赖着我，谁知胡言正好进来，他尴尬地缩进被子，还使劲掐了我一把。胡言微微一笑，叫我出去，他要告诉我这里的布置。我们绕了一圈，2楼4间卧室，楼下是厨房客厅，他甚至还星星点点地教我怎么用电器。刚介绍完，楼上的胡双双突然大叫，说他一个人害怕。我知道他在装，就是怕我跑了。可胡言却说他是胡家人，年龄比我们小几岁，受伤了需要安抚，你上去好好对他。我心里1万个不情愿，但只能跑上楼，一脚踹开门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大公主，你就不能消停会儿？”她轻哼一声：“我害怕还不行吗？”好吧，你是姑奶奶。我无奈地坐到床边，我在这儿了，你赶紧睡。她却乐开了花，一下子靠在我身上，紧紧抓住我，我也不敢惹她，看着天花板发呆。没想到几分钟后她就睡着了，我松了口气，给她盖好被子，踮着脚溜出房间。下楼一看，胡言竟然在洗菜做饭，一个本事那么大的男人也能下厨房，我赶紧过去帮忙。可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父母，气氛瞬间沉重。胡言说：“爸妈可能在外省，等你考上大学再去找找。”我无力地点点头，心想随缘吧。饭做好后，胡令我先喂胡双双吃，我端着饭菜上楼，刚叫醒他，他就双手吊住我脖子不放。我心情本就不好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一巴掌就拍在他手腕上，啪的一声，特别响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被揪着耳朵道歉，哄了好半天才让他不哭，还保证不告状，最后要一勺一勺喂他，他才肯笑。1天下来，我累得够呛。晚上，胡言收拾好东西，说今晚就要走，把我叫到厨房嘱咐了好多事。他说：“胡家人知恩图报，有仇必报，脾气多变，你对他越好，他会加倍对我好，但如果欺负他，这辈子就别想好过。等他康复，会护送你上学放学，完全不用担心仇人。”他还给了我2个盒子，我一看，竟然是一对情侣手机，手机号装好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下课记得打电话问你媳妇的情况。胡言说完，示意我去教胡双双玩手机。胡双双见到这稀奇玩意儿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学会基本操作后，直接把我丢一边，压根不理我。我倒是乐得清闲，却疑惑地看向厨房，胡言怎么半天没出来？我走到厨房门口一看，里面竟然空空如也，胡言不见了。我在厨房找了一圈，胡言不见了，只在柜台上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走了，我最近可能会有小麻烦，让我有事找九道先生，别总给他打电话。他竟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，我心里突然一阵凄凉。收好纸条，我看见胡双双还在玩手机，就过去教她。她一开心就不再耍公主脾气。晚上9点多，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。我本想叫她洗澡，却猛然想起她现在动不了，只好打水给她洗脚洗脸，动作轻柔，生怕吵醒她。可就在我把她抱回房间，准备自己去洗澡时，她突然睁开眼，她咬着嘴唇对我笑，伸手就抓住我不放。我气得闭上眼，这又是要我守着她睡。胡言不在，我凭什么还让着他？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跑出了房间。你回来，我要跟母后告你，王八蛋！屋里瞬间炸了锅，他又哭又骂，还威胁我好了之后要怎么收拾我，我才不管！趁他动不了，必须改他这粘人的毛病。我洗完澡，直接躺在他对面的房间睡，谁知他竟然在对面哭了半个小时。就在我快睡着时，他的声音突然变温柔：“相公，我错了，我一个人睡好害怕，我保证以后不无理取闹了。等我好了，一定不把你耳朵拧下来，不让你跪大街。”我听得毛骨悚然，这是在吓唬我，还是无心的？我赶紧捂住被子，不敢再听。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他叫醒，跑到他房间，只见他哭得梨花带雨，见到我更是伤心欲绝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帮他擦干眼泪，心一下子就软了。他却幽怨地看着我，翘嘴说：“我想上厕所。”啥？我脸上一热，尴尬地问：“那我扶你去？”哼，爱扶不扶，不扶我就去告状。他双眼无神，一脸迷糊，我只好把他抱到厕所，然后自己退了出来。奇怪的是，他今天态度变了好多，没再刁难我。等他喊我，我才进去给他梳头洗脸。一顿折腾，已经早上8点多，我还得去学校报名，让他自己看电视。我去做早餐，可我做好早餐，他死活不吃，扁着嘴，一副很委屈的模样。我这才明白，他还在生我昨晚的气。不吃是吧？不吃我就走了。我说着就往门口走。死狐星，你给我回来！他捡起枕头就砸了过来，还挺准。我去学校报名，你自己吃。我一本正经地说。不行，我要你喂我。他嘟着嘴，铁了心要我喂。我想起胡言的交代，只能叹了口气，回头拿起碗喂他。我这一喂，他立马就开心了，捂着嘴腼腆地笑起来。我心想，笑起来还挺可爱，就是脾气不好。一碗粥喝完，他总算没闹。我收拾好碗筷，嘱咐他待在家里别乱动，有事打电话。那你早点回来。这还差不多。
我松了口气，锁好门就走了。到了学校，竟然迎面撞见九道先生的女儿。他看见我，立马跑过来递给我一个包，这个里面是针，帮我拿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我点点头，接过包，坐在花坛上等他。酷热的夏天，长假归来的感觉真不错。女同学们都穿着清凉的裙子，但现在我觉得她们跟胡双双都黯然失色。就在这时，九道先生的女儿回来了，她接过包看着我，报完名在校门口等我，我去给你家小狐狸扎针。我刚点头说谢谢，她又回头。对了，我叫方小雨，叫我小雨就行。名字真好听。紧接着，班主任突然站在门口，神色紧张的让我们赶紧进教室。我选了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。班主任等所有人到齐，却没说报名的事，反而警告了一件安全问题。他说的是，让我瞬间起了满身鸡皮疙瘩。我们班的李丽上周来学校玩，被人杀害。抛尸在女生宿舍，尸体今天才被宿管发现。学校周围还出了几起无头尸案，我差点下滩。李丽前天不是还在宾馆跟我说话吗？怎么可能上个星期就死了？我根本不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拼命回想宾馆那晚的事，突然我想到一个最可疑的点。当时李丽明明跟着我进了屋，可我一回头，他人就不见了。再加上那个司机反常的举动，我瞬间不寒而栗。紧接着，班主任又说，明天李丽下葬，希望同学们能去送行。这话一下点醒了我，我心里立马有了主意。报名一结束，我拔腿就跑出教室。我告诉班长我会自己去，然后就急匆匆冲向校门口。我立刻掏出手机给胡双双打电话，谁知电话一接通，他就焦急地说：“香菇快回来，有个女孩趴在窗户上叫你名字。”我眉头一皱，什么样子的女孩？你回来就知道了。胡双双突然一声尖叫，电话瞬间挂断。我二话不说，拔腿就往家里跑。可没跑几步，方小雨就追了上来。不好意思，班主任说太多了，让你久等。我这才想起，他还要去给我家胡双双针灸，家里出事了，跟我走。我拉着他就往公交车站跑。路上，我把事情告诉他，问他是不是鬼在作祟。白天哪有鬼，估计是恶作剧吧。他讪讪地说，可我还是不放心。上车后连打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我急坏了。要是仇家找上门，他动都动不了。10多分钟后，我们终于回到房子门口，窗户上没人，但是上面赫然写着一行血字。